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白鹿稳居吴谨言之上，于正一条微博官宣欢娱一姐，内娱格局悄然改写。近年来，娱乐圈关于公司一姐的讨论从未停歇，而在欢娱影视内部，这个话题更是长期被外界反复放大、解读与争论。白鹿与吴谨言两位风格、履历、发展路径截然不同的女演员，始终被放在同一条竞争线上比较。而2026年春节前后，于正一条看似普通的新年祝福微博，却被网友视为官方认证，彻底为这场争论画下阶段性句号。在这条新年祝福微博中，于正按顺序罗列了旗下艺人名单。熟悉娱乐公司运作规则的网友几乎瞬间捕捉到关键信号。白鹿位列女艺人首位，男艺人中则是徐凯居前。在娱乐经济体系中，艺人公开排序从来不是随机行为，无论是官博海报、节日祝福，还是通告名单，排序往往综合考虑以下因素：商业价值、国民认知度、市场号召力、当前主推级别。因此，不少网友直言，这已经不是暗示，是明牌。双引号。如果回看白鹿的成长轨迹，会发现她几乎踩中了近几年内娱所有上升红利。首先是曝光率，白鹿已经连续2年登上央视春晚，这在85后、90后女演员中并不多见。春晚不仅是国民级舞台，更是对演员形象安全性、观众缘和主流认可度的综合背书。从妆造到站位，从节目类型到镜头分配，白鹿都处在被放心使用的位置。其次是作品覆盖面，它既有古装偶像剧的稳定受众，又逐步向现实题材、正剧靠拢，完成从流量脸到国民演员的过渡。虽然演技未必被一致评价为顶级，但胜在稳定、可控、适配度高。更重要的是节奏管理。白鹿没有出现明显事业空窗期，也没有因私生活被过度消耗讨论度。她的曝光始终围绕作品展开，这在高度娱乐化的环境中反而成了一种稀缺品质。与白鹿相比，吴谨言的起点更高，爆发更猛。她凭借多部高热度作品迅速完成国民度积累，角色记忆点强，演技训练体系也更为扎实。科班出身一直是他的重要标签，不少观众至今仍认为，如果只看演技与角色完成度，吴谨言依然占优。双引号，但问题也同样明显，一是作品连续性不足，爆款之后未能持续稳定输出同等级项目，导致热度曲线呈现明显波动；二是人生阶段选择的影响，结婚生子本身并非问题，但对女演员而言，确实会在客观上影响进组频率、角色选择与市场预期。内娱的残酷在于，它对女性的时间容忍度远低于男性。不少网友评价的相当直接，不是它不行，是市场不会等。双引号。在男艺人方面，徐凯稳居首位，并未引发太大争议。作为欢娱早期成功推向市场的男演员之一，他的商业成熟度、观众基础、品牌合作稳定性依然明显高于新晋演员。王星越虽凭近期作品快速走红，但仍处于上升期阶段。从公司策略来看，将其放在徐凯之后，既符合现实咖位，也避免过早透支市场期待。不少网友认为，这种排序反而体现了经纪公司对艺人生命周期的理性判断。长期以来，于正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自己公平、公正、不偏袒。当被问及谁是一姐时，他往往选择模糊回应，以避免激化粉圈对立。但娱乐公司终究是商业机构，在关键节点，通过非语言方式释放信号，既能安抚市场，又能避免正面冲突，
是一种成熟的管理策略。这次微博与其说是情绪表达，不如说是一次阶段性定调。值得注意的是，于正近期明显加大了对赵晴的资源倾斜，业内普遍认为这是在为未来布局，承接白鹿、吴谨言可能空出的部分角色类型，为公司储备下一代核心女演员。这种梯队建设思路，在当下艺人流动性极高的环境中尤为重要。综合各大平台评论区，网友观点大致分为3类：结果派，不管谁演技强，公司现在最值钱的是白鹿；双引号，情怀派，还是更认可吴谨言，他的角色更有力量；双引号，理性派，不同阶段的一姐，没有谁压谁一辈子；双引号，如果抛开情绪与粉圈立场，回到最冷静的维度，商业数据往往是判断公司一姐的最直接标准。从近3年的公开商务合作来看，白鹿的品牌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平台级特征，合作品牌覆盖美妆、服饰、快消、互联网平台，多为全国性投放而非区域代言，合作周期稳定，复签率高。相比之下，吴谨言的商业合作更偏向作品周期驱动，即剧播即热，剧停即缓。这并不代表商业价值低，而是稳定性与可预期性略逊一筹。资本最怕的不是演员不红，而是不可控。在这一点上，白鹿显然更符合当下市场对女演员的风险评估模型。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维度是主流视频平台的态度变化。近2年，白鹿在多个项目中并非唯一选择，但往往是优先选择。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已经从可以被替代的合格女主，升级为换掉会增加风险成本的核心演员。而吴谨言在部分项目中的状态，更接近合适人选之一。两者之间的差距，并非演技鸿沟，而是市场位置的不同。必须承认，关于2人演技的讨论几乎从未停止。支持吴谨言的观众认为，科班出身，台词功底扎实，情绪爆发力更强，角色完成度更有记忆点。而支持白鹿的观众则反驳，演技并非短板，只是风格偏克制，角色适配度高，不抢戏，不失控，在长周期剧集中更耐看。但行业内部的判断标准与观众并不完全一致，制作方更看重的是稳定交付加不出事故加不拖进度加不制造额外舆情。在这一套标准下，白鹿的优势被进一步放大。谈到吴谨言的发展，不可避免要提到一个敏感却真实的话题：女性演员的时间成本。结婚、生育从来不应该成为被指责的理由，但在现实行业中，它确实会带来以下影响：拍摄周期受限，可选角色年龄段收窄，资本预期发生变化。这不是对个人选择的评判，而是行业结构本身的残酷。相较之下，白鹿目前仍处于高频输出、低干扰的职业阶段，这让它在资源分配中天然更占优势。很多网友喜欢用于正偏心来解释这一切，但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于正对艺人的态度更像是阶段性压注，谁能在当下承接更多项目，谁能为公司带来更稳定回报，谁更符合市场的即时需求。当年吴谨言处在高峰期时，资源同样高度集中，如今白鹿站在更有利的位置，被推到前排，本质上是商业逻辑的自然结果。这场一姐之争之所以持续发酵，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粉圈情绪与公司决策并不同步，粉丝更在意谁更优秀，公司更在意谁更好用。当这2套标准发生错位时，争议就不可避免。综合所有维度来看，白鹿目前是欢于一姐，这一点已经几乎没有争议。但这并不意味着
吴谨言被彻底取代，其他女演员没有机会，一姐之位不可动摇。娱乐圈从来只认当下，不认永远。今天是白鹿，明天是谁，取决于作品、状态、选择以及一点点运气。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不是一场谁输谁赢的战争，而是一套现实运作机制的展示。而看懂这一点，或许比站队更重要。结语：一姐不是头衔，是当下最优解。在娱乐工业体系中，一姐从来不是终身制荣誉，而是阶段性资源集中点。白鹿如今坐稳这个位置，更多是市场选择与个人节奏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吴谨言而言，这并不意味着失败，而是人生路径的自然分叉。对欢娱来说，能在不同阶段持续产出可用女演员，本身就是体系成熟的体现。或许正如网友所说，内娱没有永远的一姐，只有永远向前的市场。